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这是果敢同盟军出征前的放枪仪式。缅北战事最新消息，果敢同盟军已经入场参战。自德昂联军宣布重启1027行动，在腊戌到曼德勒之间开辟战场3天后，同盟军也加入战局。据腊戌当地民众称，周六上午，同盟军炮击了距离腊戌12英里的一个缅军哨所，缅军放了3架无人机和发射了10发左右的炮弹回击，同盟军也发射了几枚炮弹。同盟军腊戌前线驻军也发布消息称，由于敏昂莱武装579营从缅北腊戌以北对同盟军驻南附垭口防区实施进犯，主动挑衅，同盟军方面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在交战中造成同盟军2人牺牲，3人受伤。缅军的进攻于10点30分发起，11点被同盟军击退。随后，缅军从腊戌城区、霍北、13棵庄方向使用不同口径火炮对同盟军防区进行炮击，至晚上20点34分，缅军的炮击仍在持续。另有消息称，同盟军611旅1000人大部队已经到达腊戌下方的西部，接管了米界河大桥，堵住了缅军南撤路线。同盟军611旅拥有10个营左右，大致分为3个战指，一个战指人数约为600到800人。在1027战事第1阶段当中，同盟军611旅先后参加过木邦县城战役、滚弄战役、南扎拉战役和攻占缅军第16野战旅总部战役。西部位于腊戌西南方向70公里，是腊戌外围防御圈重要组成部分。此前南善军曾有游击队活跃在此，如今南善军的地位已经被北善军和缅北特战队取代。同盟军611旅抢占了西部大桥片区，缅军苦心支撑的腊戌西南出口基本上被同盟军控制。如今在德昂军重新发起第2季1027行动的情况下，果敢同盟军显然不会置身事外，先是在腊戌外围与缅军爆发持续交火，同时又快速穿插至腊戌西南方向，实际上是完成了对腊戌合围。西部镇城区面积不大，约为4平方公里，仅为贵盖城区1半不到，比南帕嘎城区面积略小，但西部的战略位置不容忽视，交通四通八达。向北可通往德昂军总部南散镇，向南可通往北善军防区腹地，向东是腊戌郊区，向西则可以一路经角梅、古特、瑙丘和梅缪，直达曼德勒省。西部镇附近，缅北各家武装力量错综复杂，既有缅军，又有德昂军、同盟军和北善军，还有缅北特战队，这相当于除了蒙拉军以外的缅北阵营其他武装力量悉数到场。同盟军抢占西部，标志着腊戌包围圈的西南缺口已经基本合拢。而在摩古方向，德昂联军占领摩古西部的甲兵城区后，开始从西南两面夹击摩古。缅军148营基地被占领，残余缅军四散溃逃。甲梅方向，德昂联军继续围困缅军第1野战旅总部和502营基地。而在瑙丘，德昂军继续进攻剩下的缅军606火箭炮营基地。据传，该基地附近储存有缅甸能源部的数百万加仑汽柴油，而缅军则在附近的村庄使用米格直升机空降了200名援军，试图救援606营。同时，缅军又从瑙丘往南的东汉战术指挥部的3个炮兵营基地发射炮火远程支援，战况十分焦灼。德昂军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要坚持战斗，直到敏昂莱武装彻底失败，彻底铲除缅军独裁统治。德昂军称，缅军违反停火协议，多次用飞机和大炮轰炸我们的领土。缅军政府搞得人民生活艰难，他们拦截检查民众，提高税率，破坏桥梁和道路，是缅军政府首先违反了停火协议。德昂军因此恢复了1027行动，以回应缅军。同时，他还提醒战区民众建造防空洞。又据缅甸伊洛瓦底江通讯社分析报道，此次1027行动重启的原因是缅军方固执傲慢，拒绝邻国调停导致的。指出邻国特使曾多次试图寻找机会与被缅军方软禁的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会面，也多次在缅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调停，但固执傲慢的缅军方领导人拒绝了。缅军方领导人不愿承认缅军所处的形势非常糟糕的事实，仍要负隅顽抗。尽管缅军和缅北3兄弟武装此前签署了停火协议，但邻国与缅甸边境贸易并未恢复，所以停火对邻国也没带来什么好处，因此邻国不再管缅军政府了。对于这样的说法，中方没有发表评述，只是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官网宣布，中方将举办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缅甸前总统吴登盛也应邀出席，正式访华。因为我们要解救的是全缅甸，是不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解救全缅甸被压迫呢，来与我们的这个友军兄弟一起解救全缅甸被压迫的这个人民百姓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果敢人的心会，我们的亲卫们，在缅甸的这个历史上最勇敢的一个民族。今天我会代表大家，跟我们的亲卫们说一声，我们后代绝不有可能的丢脸。